攻略谢无邪的第10年，我亲手将他扶上魔尊之位，他终于不会为女主身死道消。可我却看见弹幕，这女配真可怜，10年攻略，男二爱一直还是零蛋。我如坠冰窟，颤抖着再次确认系统，爱一直99%清晰无误。刚松口气，弹幕再次翻滚。他不知道吧？谢无邪能操控爱一直，也不能怪女配，谁能想到男二竟然有前世的记忆呢？他消失的每一刻都守在白条条身边呢。我不信，直到众目睽睽之下，谢无邪越过我，将那把浸染我心头血的本命法器亲手递给了白条条。此物赠与条条护身。他声音宠溺，响彻大殿。满堂恭贺声中，我清晰听见自己心脏碎裂的声音。原来10年心血抵不过他一个回眸，可他不知道，不嫁给他，我会死的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弹幕还在不停滚动。也不能怪女配，谁能想到男二竟然有前世的记忆呢？女配从一开始出现，男二就对她有所防备，活脱脱的小丑啊！怎么可能？我不敢置信。弹幕并不知道我所想。这一世男2对女主的执念更深了，救命！我们妹宝被掳走了啊！女配还在等男二娶她呢，可惜男二从来没想过和她成婚啊！男二偏执反派也挺带感的，我们妹宝就是这样人人爱。只有我觉得女配好可怜吗？弹幕正在滚屏，魔宫外谢无邪的传音已经进入我的识海，去找几个女婢。我下意识回好，心底却下意识有些心烦意乱。弹幕也许只是我的幻想，我不能这么轻易动摇。我抑制住慌乱，去挑了2个女仆带到魔宫内。谢无邪已经回来了，他黑发黑眸，容貌比少年更甚。我看着他身边没人，轻轻松了一口气。可下一秒，谢无邪就戳破了我的幻想。你搬走吧，你的房间有人住了。是谁？我下意识问。你不必知晓。谢无邪面无表情，轻轻转动手上的扳指。我的房间，凭什么给旁人住？我昂起头，鼻子却是忍不住的发酸。难道弹幕说的是真的？谢无邪皱眉有些不悦，但还是回了我。你说过，女人都喜欢那个房间，她也会喜欢。他没有再理我，我却觉得如坠冰窟。我是说过，刚刚入主魔宫时，这里黑漆漆的，不知道是魔尊都喜欢黑色，还是没人打理。我不喜欢，所以天天带着工匠改造环境。修仙界真的很方便，魔宫很快变得明亮大气。我的房间在谢无邪寝宫旁边，我喜欢粉色，整个房间都很梦幻。对此，谢无邪只说了句庸俗。我也没有生气，只是笑嘻嘻地说，这可是女孩子的梦中情房。我一直以为她外冷内热，其实待我与旁人不同，她不喜闹，却能容忍我叽叽喳喳。可如今，她直接开口夺了我的房间。看向她不容置疑的双眸，我才恍然惊觉，她已经不是那个破破烂烂的少年，而是万人之上的魔尊。弹幕却糊住了我的眼，男二真是忠诚小狗，只想把最好的给妹宝。什么呀？我们妹宝才不想要女配的东西。女配有一点可怜。可怜什么？工具人罢了。女主宝宝好可爱。我行了一礼，轻离告退。谢无邪却叫住我，等等。他蹙起眉头，你生气了？我知道他的意思，我从现代穿越而来，从没有行礼的概念，我也一直以为我和谢无邪是平等的。尽管重回魔族后有很多人提醒我，我的礼也行得不准，他也从没有苛责过我。我想说没有，但其实是有的。一声娇喝传来，谢无邪，你给我解开。我转过头，看到的就是清丽动人的白条条，她一袭白衣，美丽又柔媚。她气呼呼地冲到谢无邪身前，你恩将仇报，我救了你，你却封我灵力，你给我解开。明明是吵闹，我却看到了谢无邪眼中的笑意。记忆里，他对我一直是冷漠的，他说胜负大任者不应该有情绪，原来只是不想对我笑罢了。你说徐凌雪让你不开心，我想让你开心。谢无邪盯着白条条的眼，一字一句说的真诚，不像是睥睨天下的魔尊，而真像个忠诚的小狗。白条条的脸一瞬间红了，原本生气的表情也突然变得不知所措。
磕死我了，太好磕了。男主在哪里呢？你老婆要被抢了。楼上的没看隔壁吗？男主正和小青梅互诉衷肠呢，恶不恶心？支持男配上桌。呜，我不答应，妹宝只能和男主在一起。女配在这里好碍眼，让男二和我们妹宝独处啊。白夭夭抬起头，她眼神通红又倔强。可我只是和徐凌雪有一点误会了，我真的不能接受你。谢无邪神色未动，他照出一面水镜，水镜中徐凌雪正搂着一名红衣女子，不断安慰，很容易看出他们举止亲昵。白条条看见那女子的一刻，脸色煞白。怎么可能？他明明说过林婉只是他的妹妹，明明我们马上就要结成道侣了。谢无邪欣赏着白条条的样子，不紧不慢地说，如果你担心我骗你的话，我可以现在就带你去看。白条条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掉落，显然她怀疑男主和这个林婉不是一天两天了。谢无邪轻轻拥住她，别哭。我正准备转身离开，可白条条却突然看向我，眼睛红红的，像倔强的小兔子。没有灵力的凡人，怎么会有凡人在这里？谢无邪这才看向我，他轻挑眼皮，只是魔宫里的女奴。谢无邪打断了我想要解释的话。白条条红彤彤的眼睛看向我，那能不能让她做我的女仆啊？好。谢无邪宠溺地看着她。白条条将我叫到了房间里。你也是被抢来的吗？白夭夭看着我，神色紧张。凡人怎么会在魔族？你是被逼无奈留在这里了吗？他抓住我的手，你能不能帮我？我们一起逃出去。我看着他攥紧我的手腕，她是女主，肯定不会爱上男二的。更何况我也有私心。我回握他的手，我是自愿留在这的，但我可以帮你。他这才笑了。妹宝果然是女主，始终坚信着徐师兄。呜呜，妹宝好勇敢。其实我还挺期待男二线的，男二太偏执了，根本配不上我们妹宝啊。我在魔宫待了5年，魔宫上上下下的人都认识我，他们叫我青离姑娘。我身负系统，当初为了谢无邪，我用积分兑换了很多东西，包括药方。当初魔族因为内战，横尸遍野，瘟疫横行，我兑换了药方，还亲自上阵救治了很多魔族人，这也是他们能这么快就归顺于谢无邪的原因。4天后是谢无邪的生辰，到那时防御会松懈不少。我拉住白瑶瑶的手，4天后我带你走。很快谢无邪的生辰到了，其实他的生辰礼早在2个月前我就备好了，是一副我亲手设计的玉冠。那时的我还满心欢喜，以为我们互相确定了心意。可如今想起弹幕的话，我轻轻按了按自己的心脏。白条条很着急，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走？晚上，等谢无邪喝醉了，你不要表现得太明显。我知道他很急，可着急也没用。谢无邪的心思缜密，我只能嘱咐白条条不要露出破绽。谢无邪的生辰宴上，魔族有地位的人几乎都来了，大家觥筹交错。谢无邪将白条条安排在他身旁，那是往日属于我的位置。大殿之上，大家都笑眯眯地恭喜魔尊觅得佳人。谢无邪没否认，只是唇角一抹笑意，让人很容易看出他心情很好。白瑶瑶拿出一朵花递给谢无邪，那是一朵曼陀罗，是谢无邪最讨厌的花。我在路边看见，觉得甚是好看，很配你。本以为谢无邪会大发雷霆，曾经有一个不长眼的小婢女将这花放在他的窗台，第2天就成花泥。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，他如获珍宝般接过，笑容宠溺。谢谢条条，作为回礼。他祭出自己的护心血化作的法器，伸手递给白条条。这法器乃我心头血所化，能护你周全。白条条犹豫着不愿意接，谢无邪直接塞进他手中。满堂恭贺中，只有我僵立在原地。所有人都知道此举代表着什么。魔尊本命法器只送给未来的魔尊夫人，他的意思是白条条会是他未来的夫人。弹幕又开始爆炸，我怎么感觉男二开窍了？他不是只会强取豪夺吗？男主你在干嘛啊？林表去死！我的天呐，我没记错的话，这个女配找男二要了很多次吧？女配连自己的心头血都滴上去了，
谁知道这法器根本没反应啊！女配还以为男二收回去是因为魔族还不稳定，真没想到男二是根本不想给他。笑死我了！女配费尽心机都没有得到的东西，魔尊直接塞给我们妹宝了，这也太爽了吧！我早已愣在原地，呆呆地看向谢无邪，他的眼角眉梢都洋溢着欢喜。我又想起刚遇见他时，我给他的第一个生辰礼便是一柄剑，那柄剑品阶普通，但彼时的他却满脸惊喜，好像那是什么稀世珍宝。后来他却一年比一年平静，我给他的礼物他只接过，随手便叫人放进库房，都没有打开过。如今那柄剑早不知腐烂在何处，正如我的心一般。我机械般的滑动系统面板，却发现爱意值猛跌至 0%。原来他真的可以控制爱意值啊！他连装都懒得装的了。我在心里呼唤系统，系统，帮我脱离这个世界吧。系统惊慌失措，不行啊，宿主，那你会死的。我木然地扯了扯嘴角，可我再也不想和他有半分牵扯了。宿主，你再坚持坚持，半个月行不行？系统安抚着我，再多半个月又能改变什么呢？没有心的人怎么可能攻略成功？可我还是说好，最支持女配的一集，赶紧脱离世界吧。男二没有心，看见女配宝宝这样突然好难受。男主对路边的一条狗好感至少都有 20% 吧。女配本来就是带着目的接近魔王的，得不到回应很正常吧。楼上的是正常人吗？养条狗10年都有感情了，好吧。我没再理会嘈杂的弹幕，我还有答应的事情要做。我站在白条条身后，鼻尖却是忍不住的发酸。原来这10年我以为的相伴相守，不过是黄粱一梦。酒宴结束，谢无邪喝得醉意朦胧，他缱绻着眼，眼下的小痣泛红，轻声唤我：阿离。既不爱我，为什么要用这样的语气唤我？弹幕不知为何吵了起来。男两对女配动心了吧？加一。男二之爱女主好吗？楼上的带入女配了吧？我们妹宝这么可爱，男二怎么可能爱上女配？女配真的好贱啊，上赶着舔男二，娇妻一个。楼上的是不是有病？白条条小声催促：青离姑娘，别忘了。我收起思绪，走到谢无邪身边，轻轻撒了一把置换粉。来人，把魔尊送回寝宫。是，青离姑娘。可谢无邪却突然出声：条条，别走。白条条咬着唇，我给了他一个眼神，轻轻做了个口型：结界剑。我先行一步，一路穿梭，在魔族与修仙界交界处被拦下来。我揭开面纱，面前的魔兵连忙拱手：青离姑娘。我笑着给他一壶酒，今天是魔尊生辰，魔尊让我来给你们添点喜气。魔兵不疑有他，看着他们喝完，我在心底默数：32、1，倒。魔兵应声倒地。我拿下从谢无邪身边偷来的令牌，打开了结界。你要去哪儿啊？身后一道冰冷的声音传来，我如坠冰窟。是谢无邪。可是怎么会？我转身，白条条站在谢无邪身边，笑得一脸灿烂。我说能帮你揪出内鬼吧，谢无邪，我赢了。原来是这样，白条条根本就不想逃。这几天我的所作所为，谢无邪都知道，他恐怕像看傻子一样看我吧。青离啊青离，你怎么这么傻？我想出去，可我才迈出去一只脚，就有一只柔软的藤蔓拖住了我的脚踝。你还想跑？谢无邪面无表情，浑身却散发着摄人的威压，他嗓音里夹杂着愠怒。青离，你胆子不小，现在回来，我饶你不死。我一步一步地走回去，好像认命了，可千钧一发之际，我掐住白条条的脖颈，语气凄厉：谢无邪，你为什么爱上白条条？我明明陪了你10年，却比不过他与你的一面之缘吗？谢无邪眉间的晕色放缓，像是在看一个不听话的宠物。青离，放开他。藤蔓放松，我抓着白条条，纵身一跃，想跳出结界。谢无邪，再也不见。一道法力打向我们，白条条尖叫，我下意识地抛出法器，可咔嚓一声，法器碎裂，我被打得撞上身后合拢的结界。吐！我猛地吐出一口血，余光里，白条条周身白光笼罩，谢无邪的法器护住了他，毫发未损。眼前一片血气，我强忍周身的疼痛，
呼唤系统，要是我现在就死了，应该也没关系吧？啊，宿主，我马上屏蔽你的疼痛。系统尖叫着。谢无邪收回手，青离，真的好久没有人让我生气了。他拉过白条条的手，只留给我一个背影。我身体没有支撑住，双眼一黑晕了过去。在醒来时，入目是牢房，我动了一下，感受到身下的枯草无比扎人，脚上还有锁链作响。正在挂红绸的魔宫的侍女见我醒了，欢喜道：“青离姑娘，你终于醒了。”我望着挂起的红绸，那是我曾经最渴望见到的景象。侍女小心翼翼地看着我的脸色：“青离姑娘，你别伤心。”整个魔宫上下，无人不知青离爱慕着魔尊。大家都以为我会嫁给谢无邪，连我自己都这样认为。可现在魔宫确实迎来了喜事，谢无邪要成婚了，新娘却不是我。我揉着眉头，系统可怜兮兮地唤我：“宿主，你别灰心，也许他只是误会了。”我挣扎了几下坐起来，浑身像撕裂了一样疼。他这一下没有留手。我自嘲地笑了笑。他怕白条条遇到危险，甚至把本命法器送给他，可他对我却下这样的狠手。原来我真的一直在自欺欺人。白姑娘，你不能进去。魔兵惊呼的声音传来。白条条像一阵风跑进来，她娇斥道：“都下去，我可是未来的魔尊夫人。”魔兵们都不敢反抗，毕竟这位可是实打实的魔尊的新娘。待众人退去，白条条走到我面前：“青离，你也是穿越女吧？”我就奇怪了，原著中也没有你这个人物，怎么我一穿进来就有了呢？直到看见你的那一刻，我才知道，你一定和我一样是穿越的。你我本没有仇，可谁让你非要和我抢这魔尊夫人的位置？谢无邪可是我最喜欢的男二，他只能是我的。白条条笑着，话语却狠厉无比。可我做的这一切都不够，谢无邪他不会杀你，可留着你就是对我位置的威胁啊。所以他鬼魅地笑着：“青离姐姐，你只能死。”他攥着我的手，插中了他的腹部，唇角的血流下，他扬起微笑。身后，谢无邪缄默不言，眼底的杀意却几乎要凝结成实质。你找死！就算是最艰难的时候，我也没有受过刑。少年谢无邪总是把我护在身后，从不退让。他总是说废物就别逞强，可我知道他怕我受伤，夜晚只有星星陪着我们。他总是说讨厌我，可熟睡时的手却从未放开过。可现在那双攥着我衣角不愿松开的手，此刻却掐住我的脖子，力道大得让我窒息。嗨嗨，他还是放开了我，抱起了白条条。姐姐，那是他前世对白条条的称呼。无邪，其实我早就喜欢上你了，只是我不知道青离也喜欢你，你别怪青离。白条条白着小脸，好不可怜。青离，你还不知错吗？谢无邪失望地看向我，他咳着血，我却冷笑：“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”谢无邪冷冷地看着我，还不认错？杀你！太便宜你了，你不是想和我成婚吗？那我就让你亲眼看着我和白条条成婚。我盯着他，哀莫大于心死。那便预祝你们百年好合。明明是祝福的话语，谢无邪却像是被踩了毛一样，眼里怒火更甚。把他关在这里，不准任何人靠近，也不准给他送食物和水。有关青离的任何事都不要禀告本尊。谢无邪抱起白条条，扬长而去。我咳着血，心像被撕裂。不重要了，我告诉自己。青离，别犯傻。宿主呜呜呜，对不起，我应该早点让你脱离世界的。你痛不痛？系统哭泣的声音传来。帮我脱离世界吧。好。我的意识在消散，系统一直在我脑子里哭。我特地为你申请了最唯美的死法，尸体不腐，等7日后时间到了就消散哦。不用感谢我。闭上眼睛的那一刻，我想，终于解脱了。可我没想到，我并没有死，意识依旧飘荡在我的身体附近。系统说这是他特意为我申请的7天滞留时间。宿主，也许这7天里能完成任务呢，那你也可以回家了。可那怎么可能？我既觉得系统天真，又感动于系统的做法。谢无邪抱着白条条，听到一个小婢女尖叫：“青离姑娘！”他知道
青离一定是害怕了。可他这次伤了白条条，不能轻易放过他。那名小婢女跪下：“魔尊大人，青离姑娘她……”住嘴！他蹙起眉头，冷冷地说：“有关青离的任何事，不准再提。”是。小婢女颤颤巍巍地跪下。吴邪，青离姐姐怎么了？白条条虚弱极了，苍白着小脸问，却只看见谢无邪神情未动。无事。对不起，无邪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占了青离姐姐的位置，让她不开心了。对不起，也许只有我死了才能弥补。白条条哭得梨花带雨，谢无邪却轻轻摁住她的手。不关你的事，是她太过分了。青离是攻略女，没完成任务绝不会善罢甘休。她知道，只要她成婚，青离的任务就会失败。等她和白条条成婚，青离一定会迫不及待地阻止婚礼的。婚礼照旧。谢无邪冷清地吩咐，抱着白条条便回了房间。看着面前粉色的房间，他一瞬恍惚。青离总是坐在房间里，看着不知名的画本，哈哈大笑，特别聒噪。你怎么了？白条条躺在床上，脸色苍白。没事。谢无邪轻轻给他掖上被角。好好休息。另一边地牢的守卫都发现我没了气息。怎么办？上报给魔尊大人。青离姑娘怎么没气了？我心里暗忖，那当然是死了。可是守卫怀疑我假死，还是请了魔医来为我诊治。得知我确实是没了，又商量。魔尊大人说青离姑娘的事不准告诉他，想来是不关心这些，不如告诉白姑娘。我跟着守卫飘到白条条的房间里，看见白条条捏白的指节。白姑娘，这件事情要不要告诉魔尊啊？守卫跪在地上，忐忑不安。你们就不要在这个时候触魔尊的眉头了，我去说吧。白条条嗓音温柔。是。守卫如临大赦。青离，你为什么偏偏要在这个时候死了，给我添堵？他咬着牙，脸上全然是一派与身份不符的狠毒。婚礼如期举行，谢无邪换上了喜服，我飘在他旁边，看着我曾经最想拥有的画面出现在眼前。可此刻我的心里除了钝痛，没有任何感受。今天明明是他梦寐以求的日子，新娘也是他最爱的白条条，可他脸上却还是没有喜色。他走出门，纠结再三，还是问出了口。青离原来住在哪里？随行的侍女忙道。离邪宫只有一个杂物房空着，青离姑娘搬出去就住在那里。带我去。谢无邪看着这个黑洞洞的房间，以前谢无邪最怕黑，可他还是走了进来，走进了这个满是青离气息的房间。他看见了那个玉棺，他知道这是青离准备送他的生辰礼，他早看见了青离画设计图。谢无邪轻轻抹挲着玉棺，吩咐人给他戴上。他又缓缓走向地牢。青离，今天是我大婚的日子，你知道错了吗？可回答他的是一片缄默。你还是不懂规矩。他刚打算推开门，白条条的呼唤就到了眼前。无邪，别去。谢无邪看向白条条，我也看向白条条。她本就是女主角，漂亮又有灵气，如今一身大红嫁衣，更是美得娇艳欲滴。无邪，今日我来看过青离姐姐，她……白条条掩面，看起来很伤心。她怎么了？她说恨我，还说如果看见我们成婚，一定会亲手杀了我。谢无邪松开了开牢房的手，说我把她惯坏了。谢无邪轻轻抱住白条条，丝毫没注意白条条眼里的心虚。周围的人都面面相觑，青离姑娘都死了，怎么可能说话？可是他们也不敢说实话，毕竟白姑娘马上就是魔尊夫人了。无邪，我们回去吧，我盼望着婚礼已经很久了。白条条娇羞地靠在谢无邪胸膛。好。婚礼很顺利，也很热闹，可谢无邪觉得无比心慌。他轻轻按住自己的胸口，那里心脏狂跳。他牵起白条条的手，凉凉的。他却突兀地想到青离那永远温热的手，曾在雪中牵起他，在他皱眉时笑意盈盈。你知不知道一句话叫……他故意顿住，引起谢无邪的好奇。他才说，眼睛弯弯的。今朝若是同淋雪，此生也算共白头。谢无邪，我想和你共白头。谢无邪，
别生气了。谢无邪，这是治疗疫病的方子。谢无邪，能不能给我你的法器？谢无邪，我想和你成婚。谢无邪，我恨你。笑意温柔的少女突然面容哀绝。谢无邪，你我此生永不相见。无邪。白条条娇软的嗓音将谢无邪拉回现实。他眨了眨眼，只感觉心里空空的。那天在牢房的时候，其实他知道青离是被陷害的，可青离太倔强了，但凡他服个软，他又怎么会将他关起来？看着白条条娇美的面容，这是他前世今生魂牵梦绕的女人，他该开心的，可又想起青离那哀怨的眼睛。谢无邪心头一跳，等婚礼后好好补偿青离。他一向喜欢生气，但没过几天就会恢复如常了，所以这次应该也只是多生几天气吧。让开，让我进去。谢无邪，你这个混蛋！门外传来喧闹声，我飘过去，眼前是一个不熟悉的少女面孔。让她进来。谢无邪大手一挥，人群让出了一条道。少女红着眼，拿着匕首就要刺杀谢无邪，却被打落在一旁。青离姐姐死了，你却在这里成婚，谢无邪，你不配做我魔界的主人。少女眼神愤恨，像是要把谢无邪烧出一个洞。青离姐姐救过我们的命，她怎么能被你们逼死？她哭得惊天动地，像是要帮我把不平都哭出来。我才突然想起她是谁。那年魔族动荡，我和谢无邪在路边救助魔族的平民。那时的小姑娘还很小，哭得一丝力气也无了。我给她喂了半碗稀粥，又亲手为她娘治好了病。她娘亲对我千恩万谢，小小的姑娘也满脸虔诚地看着我。青离姑娘，你是天上的仙女下凡吗？我一定会报答你的。那张小小的面孔与眼前的少女重合。我想告诉她，别伤心，我没事啊，我都要回家了。可也只能摸到一片虚无。谢无邪却像是什么也听不到了，他站在原地，看着周围跪了一地的魔。他声音嘶哑：青离人呢？白条条着急地拉他：无邪，今天是我们的婚礼。谢无邪双目通红，着了魔一般。青离呢？魔尊，青离姑娘，她早就……周围人不敢说出口，谢无邪却执拗地追问：为什么不通报？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他突兀地又想起当时，他太生气了，他不让那个婢女说关于青离的事。不可能，青离没有攻略成功，不可能死的。他喃喃自语，像是说服了自己。可他脚下已经不稳，他甚至忘了用法术，就这样跌跌撞撞地跑向牢房，却看到了此生最难忘的一幕。青离躺在那里，像是睡着了。青离，他扑过去，可再也握不住那温热的肩膀，手下一片冰冷僵硬，那双永远亮晶晶望着他的眸子闭上了，但唇边却挂着淡淡的笑意。青离，青离！谢无邪抱住青离，他没有想过青离会死，他一直是那么活泼生动，一直在他身边。这10年，他有时候都会忘记青离是怀揣着目的来到他身边的。其实他早就知道青离的目的是为了让他爱上他，只要永远不让青离达成夙愿，青离就永远不会离开的。谢无邪取消了婚礼，他抱着我的尸体，亲自为我换上了婚服。青离，你不是说最期待和我的婚礼吗？你醒过来，我不和别人成婚了。青离，我错了。他抱着我的身体，无声的嘶吼，周围众人都沉默了。魔尊是疯了吗？我看着弹幕疯狂跳动。天哪，男二是黑化了吗？男二真的爱上女配了，这剧情走向不对吧？我早就想说不对劲了，女主怎么会和男二成婚？男二是疯了吧？抱着女配的尸体，拜托，女配已经死了好吗？无论弹幕怎么说，谢无邪都看不到。谢无邪将白条条关进水牢，犹如恶鬼般刮花了白条条的脸。你不是说青离要杀你吗？他都死了，你骗我！他彻底黑化。曾经他以为只要爱上白条条，青离就不会走，可他没想到青离会离开，宁愿死也要离开。白条条想要师门来救他，只是这个世界的走向早就变了。男主与他的青梅竹马已经成了婚，
白条条以为谢无邪爱上他，早就想好了要做魔尊夫人的。明明我才是女主，你应该爱我的，谢无邪，你不能这样。我都为了你放弃男主了，你怎么能爱上别人？白条条哭喊着。这不可能，青离也是穿越的，他没死，你放过我，我帮你找他。是吗？谢无邪像毒蛇一样贴近他，看着他点头的样子，一刀刀插进他的身体。你说谎的时候别眨眼。白条条痛苦的喘息，像是知道不可能被放走。他癫狂大笑。谢无邪，明明是你自己害死了他呀！是你不相信他，是你冷待他，是你没良心。他喉咙被血堵住，却还是恶狠狠地看向谢无邪。你这样冷血无情的人，活该他不要你，知道吗？攻略失败，他一定会死。你亲手害死了他。其实白条条并不知道攻略失败会不会死，但痛苦的折磨已经让他神志不清。他只想要谢无邪痛苦。谢无邪，像你这样的人，永远都得不到爱。永生永世，祝你永堕轮回。他说完这句话，便气绝身亡。谢无邪抱着我的身体回到了房间，可这个房间里已经没有了任何我的东西。他将我放在床上，又用法术将房间恢复了原本的模样。就这种日日守着我，直到7天后，尸体消散，他维持着抱着身体的姿势，突兀地想起那句：祝你们百年好合。他那时候已经决定离开了吧？魔尊，桃花酿已经到了开启的时候。青离姑娘前些日子吩咐我把它挖出来。前些日子青离看见爱一直到了 99%， 就吩咐下人把他10年前买的桃花酿挖出来。谢无邪握着那瓶小小的桃花酿，也想起10年前的那段时光。青离说要买一坛女儿红，他说真俗气，后来却亲自帮他挖了坑，埋下了一坛桃花酿。这10年，青离常常念叨着这坛桃花酿，说成婚的时候就要拿出来喝，一定十分香醇。谢无邪喝了一口桃花酿，很醇厚，就像青离时常幻想的那样，他却眼角落下泪。青离，青离！谢无邪收紧指缝，蜷缩着，像当时在黑暗中与青离相依为命时抓住的衣角。他亲手推开了唯一的光，从此坠入永恒的冰冷的黑暗，余生都将在这无边的悔恨中被凌迟。警告！警告！爱一直达到 10%、20%、98%、99%、100%，恭喜宿主任务成功。沉寂许久的弹幕又跳出来滚动。男二好渣，女配脱离世界才达到100，看来男二喜欢死人。楼上笑死我了，迟来的深情比草渐渐，你就抱着这片空气使劲哭吧，哈哈哈。我最后一眼看了谢无邪，便毫无留恋地转身离去。回家喽！系统给我投来小世界的投影，说是弥补我受伤的心灵。百大宗门因为白条条之死讨伐魔族，谢无邪却整日守在我曾经的房间，不吃不喝，不声不响。所有魔族将士跪在他房外，请他出战，可他只是抚摸着那柄已经生了锈迹的剑。我那时真的很欢喜。青离，我怎么会忘呢？生灵涂炭，众民哀嚎，可谢无邪却没有一丝作为。他被愤怒的魔族将领推上战场，可谢无邪却出乎意料的坦然赴死。徐凌雪双目赤红，你杀了条条，为什么？他痛苦的样子反而让谢无邪很高兴。你伤心什么？你不是有道侣了吗？忘了告诉你，他死的时候还在叫你的名字啊。徐凌雪怒吼着，受死吧。投影中，谢无邪好像能透过一切看到我似的。他张开手，闭上眼睛，当一把把利剑插进他的身体，他缓缓笑了。青离，我来寻你了。我吓了一跳，忙问系统，他不会真的能来吧？系统信誓旦旦，放心吧，天道不会让他走的。没说完的是，谢无邪根本离不开那个世界，他已经是小世界男主了。下一秒，谢无邪睁开眼，却是回到了10年前。他欣喜若狂，躺在地上等待青离温热的手探到他的额头，轻轻地问一句，你还好吗？可他不知道，这个世界没有了青离，而他也变成了世界男主，生生世世都将永远被困在这里。
永堕轮回。小黎，快来吃饭。来了。青离不知道的是，谢无邪站在空中，贪恋地看着他。系统和谢无邪做了个交易，他想来看青离，哪怕只有1天。他看见青离穿上厚厚的棉袄，裹得像个球，出门的时候笑靥如花的挥手。阿离是一个男生，他长身玉立，用温暖的手牵住青离，另一只手拿着一杯热奶茶。青离笑嘻嘻，再喝就长胖了。长胖多好，圆乎乎的多可爱啊。男生揉了揉青离的头。沈玉，再摸就长不高了。青离气鼓鼓地打着沈玉，但2个人的眼角眉梢都是笑意。你看你，围巾都不系好。沈玉帮青离系好围巾，还打了个漂亮的蝴蝶结。谢无邪想起第5年的时候，青离也曾为他织过一条围巾。他看着青离明媚的笑容，只觉得心底烦闷，随手便用火给烧掉了。青离因此有半个月没理他，可后来他还是屁颠屁颠地跟在他后面，像是永远赶不走似的。青离的爱原本只属于他，可现在看着青离吧唧一口吻在那男人的脸上，嫉妒，这是谢无邪唯一的感受。他想冲上去分开他们，想说青离是他的，但他只能站在原地，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。回去吧。离开的最后1秒，他看见青离朝这边看过来，他说：谢无邪，再也不见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